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深夜1点，我接到医院的电话，我老公辛志远在急救室，因为剧烈运动而导致肌肉撕裂。开始我还以为我听错了，辛志远不是去江苏出差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本地医院？还大半夜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撕裂，太扯淡了！开车去医院的路上，我努力想为这件事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可那个答案就在那里，呼之欲出，让一切解释都显得苍白愚蠢。我浑身发冷，手一直在抖，方向盘都快握不住了。我跟辛志远是大学同学，21岁相恋，26岁结婚，结婚3年，在一起8年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情投意合。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更何况我刚怀上他的孩子，上周还是他陪我去医院做的体检。辛志远脸色煞白地躺在病床上，看到我进来，他脸色更白了。我扫视一圈，病房里除了医生就是护士，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女人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出差了吗？我赶紧问他，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，希望他能给我一个说得通的解释。你先签字吧，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。辛志远目光闪躲，有些尴尬地看向旁边的护士。护士递给我一张手术通知单，辛志远高强度运动，腿部、腹部肌肉撕裂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辛志远去做手术的时候，我找医院打听清楚了，辛志远是120急救车从一家4星级酒店接出来的。我给这家4星级酒店打电话，核实情况。酒店的答复让我可怜的幻想彻底破灭。昨晚，辛志远是跟一个女人一起开的房，120打的电话就是那个女人帮他打的，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刀在我的5脏6腑翻搅。我只有不停地吸气，才能缓解那种锥心刺骨的疼痛。我用尽力气，紧紧握着手机，好像它是辛志远的脖子。我真希望它就是辛志远的脖子。我给酒店打电话，要他们提供那个女人的身份信息。酒店工作人员拒绝了我，说他们不能泄露客人信息。辛志远跟谁开的房？我只能问他自己。辛志远做完手术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。护士把辛志远安顿好之后就离开了。我帮辛志远把脚边的被子盖好，很平静地问他，他是谁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辛志远不敢跟我对视，他低着头一言不发，好半天才从嘴里挤出一句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受到的伤害，10万个对不起都弥补不了。他是谁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我继续追问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天仙大美人，让辛志远背叛了8年的感情，还激烈狂野地撕裂了肌肉？然而辛志远不肯说，他死都不肯说出那个女人的名字，不肯告诉我她是谁。呵呵，心口揪着疼，我却笑了起来。谁说婚外恋没有真心？看看，这不就是真爱吗？辛志远不肯说，不就是想保护他吗？那我又算什么？他怕我去找他，怕我打他骂他，朝他脸上泼硫酸吗？他也太小看我了。离婚吧。我摸了摸自己的小腹，对他说，辛志远，等你出院了，我们就去民政局。辛志远赌咒发誓，说他就是一时糊涂，他求我原谅他，说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让我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他。他说他跟那个女人就是逢场作戏，他第一次做这种事，没想到这么倒霉就被我抓到了。他不提孩子还好，一提到孩子，我一直压抑的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冲垮了理智的堤坝。我会去打掉这个孩子，我不能让他生下来就有一个坏爸爸。辛志远，我告诉你，离婚，必须离婚，我不会原谅你的，绝不！我咆哮起来，
直到护士听见动静，才把我赶出病房。我在大楼外坐了很久很久，才麻木地开车回家。我已经不痛苦了。冬夜的寒风抽走了我所有的体温，也抽走了我所有的情绪。回到家，我开始盘点我们的财产。房子虽然是我们婚后买的，但300多万的首付，我家出了280万，他才出了20万，占比不到1/10。现在房价涨到500多万，我按市场价给他房价的1/10，他应该没什么可说的。车子是我的陪嫁，当然归我。再看看存款，还不到30万。辛志远家那个大窟窿，今天老太太要做手术，明天弟弟要开店，前前后后我不知道填了多少钱进去了。所有账一笔笔算清楚，我才如遭雷击，如梦初醒。跟辛志远结婚，我实在太亏了。当初跟他结婚的时候，我家亲戚就开过玩笑，说辛志远赚大了。我一个1线城市的独生女，嫁给他这种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大学生，实在太便宜他了。可惜那时候我有情饮水饱，我只看到他聪明上进，看到他前途无量，看到他对我细心体贴，我认定了我们天生一对，情比金坚。现实像一个巨大的巴掌，狠狠扇到我的脸上，脸痛，心更痛。还没来得及上床躺一会儿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今天是周末，不用上班。我呆呆坐在桌子前，看着摊了一桌子的账本，头痛的没办法再思考，浑浑噩噩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家里的门铃突然被摁响了，叮咚叮咚，一声声像催命一样。是查水表的吗？我赶快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，又搓了搓脸，才走过去开门。门一开，我准备好的微笑凝固了。不是查水表的大叔，门外站着的是辛志远的弟弟辛志明。他烫着飞机头，穿着瘦腿裤，明明长得挺帅的，却打扮得像个二流子。嫂子，我哥呢？他笑嘻嘻地挤开我走进客厅，一边东张西望，一边顺手从果盘里揪了串葡萄吃。我没搭理他，辛志远的丑事，我真的说不出口。辛志明倒也没追问，他跟饿了10辈子似的，坐在沙发上逮着那个果盘猛吃，一边吃还一边跟我套近乎。我一看就知道他又是来借钱的。果然，说了一大堆废话之后，辛志明开始借钱了，开口就要5万，说他想拍短视频，一边到处玩，一边拍当地的风土人情，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。这5万块钱是借给他当启动资金，如果是以前，我会象征性的给他几千块钱，不指望他还，只为图个耳根清净。可是现在，辛志远背叛我，给我戴了绿帽子，他辛志明居然还敢舔着脸来让我当冤大头，还说什么通过旅游来赚钱，他想的可真美。我冷漠地看着辛志明，8月份你刚找我借了4000块钱交房租，这笔钱你先还给我吧。还有之前你开店找我借的30万，今天好好算一算，一起都还了。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辛志明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。你跟我哥吵架了，别叫我嫂子。我跟你哥过几天就会去办离婚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们辛家人跟我没半点关系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辛志明还以为我是跟辛志远吵架了，拿他撒气，啰啰嗦嗦劝了半天，说什么他哥对我有多好，我嫁给他哥多么幸福。我越听越扎心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把辛志远出轨的事全都露了出来。我让辛志明马上离开我家。我告诉他，我跟辛志远离婚是铁板钉钉的事。辛志明马上变了脸，离就离，还真把自己当金疙瘩了。当初要不是看中你是独生女，家里又有几套房子，
你以为我哥会跟你结婚，就凭你这长相，能嫁给我哥，全靠你爹妈有钱。我呆住了。辛志远跟我结婚，就是看中了我爸妈名下有2套房子吗？2套房子，再加一个本地的户口，辛志远跟我结婚，至少可以少奋斗10年。我的心瞬间被冻成了冰块，难怪他对我总是淡淡的，虽然也各种关心体贴，但都没有什么热情和激情。从刚开始谈恋爱，我们之间就像老夫老妻，从来没有那种情浓似火、腻腻歪歪的时候。我一直以为他天性如此，现在想想，一个能跟小三弄得肌肉拉伤的男人，又怎么可能天性淡然？他只是对我淡然罢了。突然，我很庆幸辛志远出轨了。如果他没有出轨，我生的孩子要跟着他姓辛，我赚的钱要养他一大家子人，就连我爸妈辛苦一辈子置办的家产，也要被他和他家里人牢牢惦记着。我打了个寒战，离婚，我要离婚，1分钟都不想再拖了。赶走辛志明，我马上开始收拾东西，打包衣物，把辛志远的东西全部扔进几个箱子里。等他一回来，我就让他拖着箱子滚蛋。收拾书房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辛志远前几个月淘汰的一个旧手机，那个手机才刚用了1年。看他淘汰了，我就说拿去给我妈用，换掉他那个用了2年多的旧手机。辛志远拒绝了，他说想孝敬老人就买个新的，扔个旧手机过去太不像话了。当时我还挺感动的，觉得他对我爸妈很好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旧手机他不肯送人，也没有拿去卖掉，里面很可能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我本来还担心他会把手机密码改了，充上电开了机才发现，密码还是他惯用的那一个。他知道我从来不翻他的电脑和手机，所以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吧。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翻开手机相册，我还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。单人照、双人照，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个陌生女人的身影，大眼睛、高鼻梁、柳叶眉、尖下巴，网红4件套她全部都有。这位小三确实比我好看，妒忌像毒蛇啃噬着我的心。我死死盯着这个女人的脸看，看着看着，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这张脸实在太像记忆中的另一张脸了，虽然眼睛变大了，鼻梁变高了，可是相似的菱形脸，还有下撇的嘴角带来的那种刻薄感，几乎跟记忆中的那个人一模一样。是他吗？10年过去了，那个恶魔又要来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了吗？我呼吸急促，手颤抖着翻找手机里的信息，想要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。我认识的那个恶魔姓戚，一个非常少见的姓氏。我想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也姓戚，是不是也叫戚盼盼？通讯录没有姓戚的，也没有叫盼盼的，记事本、文件夹里也没有相关信息，除了照片，我得不到任何线索。我表哥是个网络高手，非常擅长网络追踪，曾协助警方侦破过网络案件。我哆嗦着把女人的照片发给他，拜托他帮我查查这个女人的来历。10年前的事，表哥已经不记得戚盼盼这个名字了吧？可我还记得，永远都记得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那个叫戚盼盼的恶魔，在我心里留了一道疤，一道血红的、狰狞的疤，这辈子都不会消失，不会痊愈。一整天我都坐立难安，我像一头困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无法安静地坐下来，哪怕喝一口水。我的神经绷成了一根细丝，快要断掉了。一直到晚上，表哥才联系我，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，上面写了那个女人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工作单位、现在的住址，还有他在好几个社交平台注册的账号。你查他干嘛？表哥问我。他果然不记得了。
我告诉他，这个女人做代购骗了我一笔钱，我要去找她要回来。我不想让表哥趟这趟浑水。在微信上看到期盼盼这3个字，确认了这个小三就是那个恶魔的那一秒钟，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，10年前的旧债，我要讨回来。当年没有伸张的正义，由我来执行。我要让他死，那些鲜血不能白流，生不如死的日日夜夜，所有的痛苦和悲伤，都必须得到回应。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没有人可以例外。老天爷无眼，那就让我来取而代之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一张张仔细研究这些照片，研究期盼盼在社交平台留下的足迹，搜索所有跟她相关的信息。我研究那个女人的喜好，描绘她的行动轨迹，甚至顺藤摸瓜查到了她的前男友、前男友的社交账号。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还有福尔摩斯的潜质。期盼盼在网上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，当年的魔鬼竟然天天在微博上分享伤感的文艺句子，什么我在漫天风雪的回忆里披荆斩棘，你却在哪一个的字典里演绎皈依，什么有时候繁花似锦的热闹，只是暗无天日中悲伤的前兆，再配上几张加了滤镜的45度角自拍，或清贫浅笑，或低眉敛目，活脱脱一杯清新淡雅的绿茶，忧伤的能让豆瓣反脚小组的弟爷们集体咯噔。郭小四看了都得跪地喊大师，我看得快吐了。表哥给我的信息说，期盼盼现在在一家健身会所当前台小妹。我查了一下健身会所的地址，发现他离辛志远公司不远，两人应该是在健身房认识的。辛志远2年前开始健身，两人从去年夏天开始有合影，在一起最少也有1年多了。辛志远跟我说他是一时糊涂，这是第1次出轨，呵呵，吸着我家的血养活他全家，还出轨给我戴绿帽子，做人怎么能无耻下贱到这种地步？在期盼盼另一个社交账号里，我发现他扫码进了一个讨论化妆品的微信群。我办了一张新电话卡，申请了一个新的微信号，用新号混进了那个群。期盼盼的头像就是他自己的照片，实在太好找了。我没有马上加他，我有办法让他主动来加我。几天之后，辛志远出院回家了。住院期间，他拼命联系我，我都没接他的电话。但是今天，我特意做了一桌饭菜等他回来。看到桌上的饭菜，辛志远很诧异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饭桌，语气充满了惊喜：“妍妍，你原谅我了，先吃饭吧。”我示意他去换衣服、洗手、吃饭。医院里伙食不好，你看你都瘦了。知道辛志远刚做过手术，肯定不会喝酒，我还是开了一瓶酒，不把自己灌上几杯。我没办法说出那些让自己恶心的话。我闷头吃菜，辛志远跟我说话，我也爱答不理。酒过3巡，我终于借着酒劲哭了起来。辛志远趁机搂住我，他一边道歉，一边信誓旦旦说他跟期盼盼是第1次发生关系，他会跟他分手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做伤害我的事。我哭了很久，哭得肝肠寸断。最后，我对辛志远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既然他答应跟期盼盼断绝关系，那我就再给他1次机会。辛志远很高兴，我看着他的笑脸，在心里计算着去医院做人流的时间。我刚怀孕1个多月，现在是流产最好的时机。我假装自己肚子不舒服，去医院看病，回来告诉辛志远，医生判断我有先兆流产的迹象，需要卧床保胎1周。我跟辛志远说，你自己还在养伤，不方便照顾我去我爸妈家住1周吧，你在家好好休养，
别担心我。辛志远被我的体贴贤淑感动了，抱着我说了许多感激的话，又赌咒发誓说他一定会跟小三了断，给我们的宝宝一个温暖的家庭。我连连点头，内心却毫无波澜。我的心已经死了，就不回来了。我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，回父母家休养。我对爸妈说辛志远出差，我先兆流产需要卧床保胎，所以回家休养1周。他们毫不怀疑辛志远出轨的事，我没有告诉父母，还不到时候，躺在床上休息。我并没有闲着，我精心装修了自己小号的朋友圈，吃喝玩乐的照片发一波，环境各种高大上，再发几张能看出奢侈品的大码美照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一位有钱有闲的白富美马上诞生了。我一边装修朋友圈，一边用小号在那个化妆品群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刷存在感，让群里的人开始眼熟我。每当戚盼盼在里面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去接她的话茬，捧她的场，营造我们很合拍、很聊得来的感觉。来父母家的时候，我从家里带了很多自己用的护肤品和化妆品，我挑了现在最热门的几样拍照发到群里，声称是自己的闲置，现在免费转让，问有没有人要。我用的基本都是大牌，消息一发，群里地震了，一堆人排队说自己想要。我选了第一个举手的，让他加我的微信，把地址告诉我，我今天就快递给他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发了一个包包的照片，同样免费转让，包也是大牌，也的确是我的闲置。本来想到二手网站卖掉的，一直懒得弄，现在正好拿来钓鱼了。这个包包也顺利送出去了，2次，戚盼盼都举手了，但是他都没抢到第一个留言，所以没有他的份。晚上，戚盼盼来加我的微信了，看到他的好友申请，我冷冷一笑，该来的终于来了。10年前把我们全家送入地狱的恶魔，终于开始走向我的陷阱了。戚盼盼问我还有没有闲置的化妆品和包包，他说我的东西都很有品味，他都很喜欢。我把护肤品和化妆品拍照发给他，问他想要哪个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这钱我愿意出。戚盼盼真够贪心的，他说他全都想要，还发了个绿茶兮兮的表情，问我小姐姐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这些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。我把护肤品和化妆品打包寄给了他，1万多块钱的东西送给他了。我没有在护肤品里做什么手脚，让他烂脸之类的。我不要他变丑，我要他的命。短短几天，我跟戚盼盼成了好朋友，化妆品大使起了作用。戚盼盼认定我又有钱又大方，是人美心善的阔太太。女人之间的友谊就是这么纯粹和简单呢。夜里无法入睡的时候，我也会想，如果辛志远和戚盼盼只是一对单纯的狗男女，我会不会放过他们？如果辛志远跟我结婚不是另有所图，如果戚盼盼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三，我会放过他们吗？我想我会的，只是出轨而已，离婚就是了。跟他们多纠缠1分钟都是对我自己的羞辱。只可惜他们不是普通的出轨，他们对我做的事，我无法原谅，也不准备原谅。至于那个无辜的胚胎，我庆幸它只有黄豆那么大，我还感受不到它的存在，还没有对它产生感情，否则我可能会因为失去它而痛彻心扉。在父母家休养了1周，我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心情也前所未有的宁静平和。看到戚盼盼朋友圈里的新照片，我心如止水。尽管我认出了盘子右上角的那只手，那只手的形状我太熟悉了，那是辛志远的手。
辛志远跟戚盼盼去吃了网红餐厅，去公园漫步喂鱼，一起看了电影。他还给她买了条项链。我给戚盼盼点赞，夸她跟她男友好幸福，说她男友一定很帅。我承认我是在嘲讽，辛志远不丑，但跟帅也不太沾边。单论外貌，他在当年追我的男生里根本排不上号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我挑来挑去，怎么就挑了个垃圾呢？戚盼盼回我了一个甜甜微笑的表情。今日的约会，想必让他非常开心和满意。1周病假休完，父母知道我要回自己家了，有点恋恋不舍。我妈帮我收拾东西，语气有些伤感。你不回来住，我们还不觉得家里冷清。你这一走，我跟你爸都有点不适应了。看着妈妈头顶新长出来的白发，我心里难过，却还是笑得没心没肺的。我走了，你们不是更省心吗？做饭少做一个人的，多舒服。我爸背对着我给阳台上的花浇水，听见我们的对话，扭头突然说了一句：还是2个孩子好，可以轮流回来陪陪父母。要是，爸，水流出来了，您浇水浇太多了。我急忙打断我爸的话，指着花盆让他看，水浇太多了，水都从花盆底下流出来了。小小的水洼在阳光下泛着光，像一大滩眼泪。我爸拿纸巾擦水，我偷偷看一眼我妈，她手里还拿着我的衣服，正盯着空气中的某个地方发呆，眼眶已经有些发红了。不能提10年前的往事，提起来大家心里都不好过。我妈至今还经常做噩梦，白头发一茬又一茬，染都染不过来。回到家，辛志远对我格外殷勤，嘘寒问暖不说，还向我展示刚到货的好几本孕婴指南。这本亲密关系据说特别好，新手妈妈可以多看看。还有这本0至3岁的婴儿在想什么，口碑也特别好。你好好学习学习，科学育儿，把我们的宝宝养得健健康康、聪明强壮。合着养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他买几本书就行了。好啊，老公真好。我冲他嫣然一笑，满脸幸福地摸着自己的肚子。宝宝好幸福，有个这么爱他的爸爸。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。辛志远笑着说，第1胎可以先生个女儿，女儿懂事顾家，等第2胎生了弟弟，还可以帮你照顾弟弟，先生个女儿，再生个儿子。老婆一边上班挣奶粉钱，一边带孩子，她跟小三风流快活2不耽误。这么美好的想象，听得我都想给她点个赞。我恶心的快装不下去了，只好转移话题。对了，这次回爸妈家听到了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小舅舅要高升了，各种流程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就等着公示了。我抛出这个诱饵，观察辛志远的反应。辛志远是做互联网金融的，我舅舅是银保监会的。舅舅高升，对他的事业发展意味着什么？不言而喻。果然，辛志远非常激动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你让你爸妈牵头组个局，咱们请舅舅一家吃顿饭吧。嘘，我伸出1根手指头按住嘴唇，还没公示呢。你激动什么？等结果出来了再说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辛志远高兴得直搓手。太好了，真是个好消息。这当然是个好消息，只可惜这消息是假的，它只是我的诱饵，跟送给戚盼盼的化妆品一样，它是陷阱上铺好的馅饼，是量身定制的毒药。微信上，我跟戚盼盼聊得火热，我夸辛志远送给她的那条项链好看，告诉她，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要让男人多送礼物，男人在你身上投入越多，就越爱你，越舍不得分手。我男朋友也不是特别有钱，花太多他的钱，我怕他会反感呢，好像我贪图他的钱似的。戚盼盼说，啧啧，还真是清心不做作。
不好意思花男人的钱，却好意思找没见过面的网友要1万多的护肤品。我现身说法，用我的故事告诉他，成功的女人该怎样驾驭一个男人。我告诉戚盼盼，其实我跟我的富豪老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还没有离婚。家里的黄脸婆死不松口，不肯顺应天道，退出历史的舞台。戚盼盼震惊了，天哪，姐姐你好厉害，你到底是怎么说服你老公离婚的？没什么诀窍，一是多修炼自己，外貌、身材都要维持好，多学习穿衣搭配，培养气质，让他带出去有面子；二是床上让他满意。我买了很多研究两性关系的网课，还学了不少情趣方面的小技巧，每次都给他新鲜感。三就是不停地要东西，让他送包、送珠宝、送车、送房子，让他为我花钱，为我付出，一点点试探他的底线在哪里。触到他的底线，他翻脸了怎么办？翻脸了再把他哄回来吗？给他点甜头，他自然就回心转意了。太厉害了，姐姐你真是高手，难怪能成功上位。我要是有你1半的手段就好了。戚盼盼对我很是艳羡，对我踢掉黄脸婆顺利转正一事大为佩服。她遮遮掩掩、欲语还休地告诉我，其实她跟我之前的处境很像，她这个男朋友也有老婆，黄脸婆也占着位置不肯离婚。那你对男朋友是什么态度？我心平气和地问他，好像在问别人的事。他也没办法呀，黄脸婆怀孕了，而且他家有点来头，我男朋友还想利用一下他那边的人脉。呵呵，我有点想笑。那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承诺？我替他担忧道，照现在的情况看，你优势并不明显啊，你得赶紧为自己增加一点砝码。怎么增加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呀，让他迷恋你的同时，努力增加他的沉没成本。对了，你还可以想一想，他有没有什么把柄、小辫子之类的，你可以拿这个逼他离婚。我分析的头头是道，结果戚盼盼来了一句：什么是沉没成本？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就看戚盼盼怎么操作了。为了培养他的胃口，我给辛志远重新配置了行头，去网上给他买了块高仿的名表，虽然是高仿，也花了我好几万，搭配着精美的完全看不出是赝品的盒子，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他。辛志远这个替包子根本不认识这表，听了我的科普，才惊喜地问我：你哪来的钱？怎么突然给我买这么贵的腕表？是别人送给我舅舅的礼物，他不敢带出去，想便宜一点卖掉。我一听价格这么划算，就自作主张买下来了。你以后肯定一路高升，只有这块名表才配得上你。我一通胡扯加马屁，拍得辛志远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看着他可笑的嘴脸，我深深觉得对不起舅舅。我舅舅两袖清风，却被我诬陷受贿。我真不是个东西。盯着戚盼盼的朋友圈，推算出他又跟辛志远约过会之后，我去找他聊天了。我发了好几款名表的图，问他哪块表好看，说我跟我老公的结婚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想送他一块腕表。当然，我送给辛志远的名表就在名单上。戚盼盼马上发现了那块表，这块表我男朋友也有，前2天刚见他戴过，我还说蛮好看的，他也有。我安详的打字，那你还说他没钱？这表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听完我报的价格，戚盼盼不淡定了，原来他这么有钱，太过分了，自己戴这么贵的手表，送我的项链才2000多块钱，不肯在你身上付出呗。我给他支招，你得逼一逼他，让他养成为你花钱的习惯。戚盼盼开始逼辛志远了，我知道这一点，是因为我偷偷登录了辛志远的银行账号，连续看到了好几笔大额支出，
SKP 的奢侈品肯定让戚盼盼很开心吧？看着那几串数字，我的心久违地抽痛了几下。辛志远从来没有送过我这么贵的东西，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爱过我。跟我结婚，只是为了少奋斗10年，跟感情无关。没过几天，戚盼盼来跟我报喜了：“姐，你真的好牛，我要拜你为师，你的策略太有效了。我男朋友最近给我买了好多东西，他把照片发给我看，非常得意。男人果然要用点手段才会听话，以前是我太傻了。”我祝贺他，让他再接再厉。人的胃口都是慢慢养大的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不过今天差点出了岔子，我经期用过的卫生棉条扔在垃圾桶里，被辛志远看到了。他问那是什么东西，怎么全是血？自从做完人流来大姨妈的时候，我都很谨慎地用卫生棉条，就是担心用卫生巾被他发现了。哦，之前鼻子流血，我用来堵鼻孔的。我编了个谎话搪塞他，心里也有点发愁。马上怀孕就满3个月了，我平坦的肚子会不会引起辛志远的怀疑？我去网上一搜，发现好多孕妇快5个月才显肚子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我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应该来得及。实在不行就买个假肚子绑上。我借口胎位不好，不能过性生活，根本不让辛志远碰。他不一定会发现我的假肚子。在给戚盼盼洗脑的同时，我想办法联系上了她的前男友。她这位前男友以前就是健身房的教练，现在在酒吧当服务生。他微博上发的自拍都很社会，说话也蠢兮兮的，一看就是个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人。我去酒吧找到这位前男友，点完酒塞给他一笔小费，问他能不能加个微信，小费在前。前男友非常爽快地加了我的好友。酒吧人多眼杂，我没有多停留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第2天，我找这个男人聊天，说请他吃饭，大概以为我看上了他，想聊他。戚盼盼的前男友矜持地答应了我的邀请。我请他吃了一家不错的馆子。吃完饭，我把手机里的照片亮出来让他看。照片是戚盼盼跟辛志远的合影，勾肩搭背，脸贴着脸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关系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名叫赵征的男人变了脸，眼神警惕地看着我。很明显，他认出了戚盼盼。这是你女朋友吧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照片上的男人是我老公，你女朋友背着你跟我老公在一起了。赵征呼了口气，放松下来。我跟他早就分手了，他勾搭你的老公，你去找他去，不该来找我。我显得非常意外，你跟他已经分手了？不会吧？我看他微博上还有你的照片，你们4个月前还在一起呢，真分手了？赵征骂了一句，说难怪把老子踹了，原来是跟别的男人搞上了，本来还想让你管管他的。我痛苦地垂下眼睛，我老公被他勾得天天不回家，他再这么下去，我真的要找人打他了。赵征对前女友的破事不感兴趣，站起身就要走，对我这个怨妇没有一点同情心。我急忙叫住他，我说赵先生，要不你帮我劝劝他吧，我可以给你钱。钱？赵征一愣，抬起来的屁股又坐回了椅子。对，我给你一笔钱。我一副思路突然被打通，想出了新的解决办法的模样。等我老公和戚盼盼约会的时候，你过去搅局，就说你是戚盼盼的男朋友，让我老公别缠着他。这也行。赵征也一副思路突然被打通的模样。拜托了，我已经怀孕了，我真的不想失去我老公，不想失去这个家。我苦苦哀求，仿佛他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赵征试探性地要了个价格，
我讨价还价之后，两人愉快地达成了协议，先付定金，事成之后再付尾款，流程科学且严谨。赵征的思路确实被打通了，因为他又问我，要是顺便再打你老公一顿，你还能不能再加点钱？我眼睛一亮，当然可以呀，不过你下手别太重了，别闹出人命啊！辛志远的命留着还有用。我在辛志远的车上安了定位器和窃听器。3天后，我终于等到了他跟戚盼盼约会的消息。我把地址发给赵征，在家里等着。等到晚上，赵征给我发微信了，告诉我任务顺利完成，让我把尾款付给他，等我老公回家，我验收完就付。我付了一半尾款，等着辛志远回家。2个小时后，辛志远回来了，鼻青脸肿，眼镜也碎了半边，深一脚浅一脚的。进门的时候差点摔了个大跟头。志远，你怎么了？我关心地迎上去，搀扶他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张罗着给他拿冰袋冰敷。今天真倒霉。辛志远说，走路走得好好的，碰见个神经病，他妈的像条疯狗似的。这些伤都是他打的。我同情地打量着他，啧，确实倒霉，后脖子也破皮了呢。是啊，妈的神经病，报警没有？这种神经病就该送到警察局关2天。我义愤填膺，呵呵，他敢报警吗？渣男跟小三闹大了，他不怕不好收场？没有，算了，跟个神经病计较什么呢？辛志远像霜打的茄子。我去洗澡了，身上都是他踢的鞋印。好吧，快去吧。我差点笑出了声。戚盼盼应该也到家了吧？我推算了一下时间，拿起手机给戚盼盼发微信。今天看了个电视剧，超级好看，跟你安利一下。我假装安利电视剧，果然戚盼盼很快回复我了。她回了一串哭泣的表情，楚楚可怜的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微笑着发出这句话。今天真是疯了，我跟男朋友约会呢，以前的男朋友突然跑过来搞事情，把我男朋友打了一顿。我赶快问他为什么，戚盼盼说不知道呀，莫名其妙。我明明跟他分手了，他还以男朋友的身份自居，说我劈腿，脚踩2只船，让我男朋友看清我的真面目，别跟我这种渣女混在一起。赵征居然这么优秀，这话说的我都想鼓掌了。我男朋友气得要死，跟他打架又打不过，路边一圈看热闹的，丢脸死了。戚盼盼嘤嘤嘤的哭。你说我前男友是不是有病？我又没招他，没惹他，他干嘛这样啊？他干嘛这样啊？因为他收了我的钱啊。我继续打字。那你男朋友没有误会你吧？怎么没有？他也以为我劈腿，脚踩2只船呢。我们俩大吵了一架。怎么能吵架呢？我摇头，应该打起来呀。辛志远洗澡出来了，脸上的红肿更明显了，看得我恨不得多给赵征几百块钱。辛志远心情非常低落，连敷衍我的心情都没有，臊眉大眼的早早上床睡了。他心里一定很痛吧？花了那么多钱，那么多精力的真爱，竟然脚踩2只船，还害得他被正牌男友打了一顿。刚刚恢复好的小弟弟，搞不好又遭到重创了。真是男默女泪呢。戚盼盼晚上一直给我发微信，问我该怎么办。他说他很担心会失去辛志远，害怕辛志远会因此跟他分手。我理都懒得理他，退出小号，舒舒服服的追剧，吃男怨女爱，干什么干什么。反正我现在挺开心的，一点都不苦恼不迷茫。不过赵征这件事确实给了我更多的灵感，我准备想点办法，把这把火再烧旺一点。我给辛志明打电话，约他在我公司附近见面。对付辛志明就更简单了，有钱一切都好说。
辛志明知道他哥哥出轨的事，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辛志远现在还在跟那个女人来往。我想保住自己的家庭，想让辛志远讨厌那个女人，主动跟他分手。那我去劝劝我哥哥，辛志明现在跟我又是一家人了，一口一个嫂子，叫得很亲热，仿佛之前那些难听的话他从来没说过，劝了没用的，他现在就是中了毒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我忧伤的叹气，愁得眉头紧皱。那我跟家里说吧，让咱爸妈来教训他。辛志明天真的搬出他的父母，别让老人跟着操心难过了。我拒绝了这个愚蠢的提议。我用深思熟虑的口吻说，我想了好久，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哥死心。什么办法？那个小三在健身会所当前台，你拿你哥的会员卡过去健身，过2天就跟他炫耀，说会所的漂亮前台在追你。辛志明长得挺帅的，追他的小女生很多，戚盼盼追他不是不可能的事。辛志明露出了然的笑容，嫂子，你这玩的离间计对吧？让我哥跟那小三产生误会。是啊，我给他戴高帽子，这件事只有你去办才能成功，其他人都不行，只有你的话才能让你哥哥深信不疑。行啊，嫂子发话了，我就是死也得把这事办成。辛志明冲我挤挤眼，办成了，我拍旅游视频的启动资金肯定也有了。嫂子，你说对吧？你说得很对。我冲他微笑，只要你哥跟那个女人分手，我马上把启动资金转给你。挨了一顿打之后，辛志远老实多了，除了加班，晚上早早就回家了。正好我今天在手机上看到一个新闻，一个女的出轨，她老公把奸夫给杀了。我就把这个新闻念给辛志远听。辛志远听完没什么表情，只说那个老公太蠢了，因为争风吃醋就去杀人，搭上了自己的一辈子，太不划算了。我引导他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。我说，这种三角关系太危险了，我们都觉得为这点破事杀人不值得，可架不住有人就是性格冲动，容易激情犯罪。我们管得住自己，管不住别人呐。比如你就管不住赵征，被他激情犯罪狠狠揍了一顿。我的话果然引起了辛志远的共鸣，他喃喃感叹，是啊，有的人真的跟疯子一样，你不小心招惹了他，说不好哪天他就捅你一刀子，太可怕了。挨了顿打，果然有阴影了，挺好的。我登录小号问戚盼盼什么情况，说我这几天出去玩了，没怎么看微信。戚盼盼哀怨无比，说男友对她冷淡了很多，她使劲哄他讨好他，但两人关系还是不像以前那么好了。男朋友老说她加班，她怀疑她是回家陪黄脸婆去了。黄脸婆这个词已经刺激不到我了，我让她干脆晾辛志远一阵子。男人嘛，不能光给甜枣，不能把他惯得没边，人都贱得很，你越跪舔他，越不把你当回事，你不搭理他，他反而患得患失了。可是现在我跟他的关系已经出问题了，我再不理他，两人不就真凉了吗？戚盼盼反问我，他还不算太蠢。不会的，你相信我，欲擒故纵绝对是对付男人的制胜法宝。我只能使劲给他洗脑，让他相信我这个顺利上位的前小三。那我试试吧，不行再说。戚盼盼终于接纳了我的建议，很好，可以开始下一步行动了。我担心辛志远不肯把健身卡借给辛志明用，毕竟小三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能藏多紧就藏多紧，最好不被任何人发现。所以我自己花钱给辛志明办了张卡，说是单位发的，不要钱。我把戚盼盼的照片发给辛志明看，让他赶紧去健身房认识戚盼盼。辛志明去了健身房，回来跟我说，
戚盼盼人特别清纯，说话柔声细气的，还挺温柔的。潜台词就是，难怪我哥看上她了。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一个内心住着恶魔的人，怎么能表现得这么清纯，这么人畜无害呢？想办法拍几张跟他的合照，能表现出关系很亲密的样子就更好了。我给辛志明支招，让他保存好照片。没过2天，辛志明把拍好的照片发给我了。照片上，他跟戚盼盼肩并肩站着，他的胳膊还搭在戚盼盼肩膀上，两人关系看上去很不错。我让辛志明把照片发给辛志远，跟辛志远炫耀，说他去健身房认识了一个女孩，那女孩对他很有好感，一直给他暗示，明显是在追他。过了1个多小时，辛志明给我回微信了：“嫂子，你太牛逼了！”我哥气得快爆炸了，一会儿说我自作多情，一会儿又问我戚盼盼到底是怎么勾搭我的。我看他快精神分裂了。辛志远不气疯才怪，心爱的女人脚踩2只船不说，现在还想再去踩第3只船，这是还是自己的弟弟亲口说出来的。戚盼盼的形象大概已经被他在心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，甚至是红叉吧。晚上，辛志远晚饭都不吃，一副为情所伤、萎靡不振的样子。直觉告诉我，他很可能跟戚盼盼大吵了一架，并提了分手。果不其然，没一会儿，戚盼盼来找我诉苦了，说辛志远太不是东西了，把他玩腻了就想分手，还往他头上泼污水，说他轻浮不检点。我快笑死了，辛志远对小三的道德要求太高了，都当了小三了，还不许人家轻浮不检点。我问戚盼盼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就这么跟他分手吗？那也太便宜他了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又没有什么能拿得住他的东西，除非到其他公司去闹，但是闹了又能怎么样？他破罐子破摔，该分手还是会分手。我又得不到什么好处，去他公司闹用处不大，他又不是公务员，这种私事对他打击没那么大。我对他说，你得想想别的招，看看能不能弄到他什么把柄。第2天，戚盼盼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，他在手机上找到一段小视频，浴室拍的，辛志远全裸的小视频，当初拍着玩的，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。戚盼盼高兴地告诉我，他要拿这个要挟辛志远，让辛志远给他一笔钱。他想通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辛志远想分手就分手吧，只要给他一笔青春损失费就行。我觉得特别没劲，剧情太老套了，我都没有评论的兴趣了。本以为戚盼盼有什么高招对付辛志远，没想到就这样。戚盼盼问我，管辛志远要多少钱合适？我告诉他，至少200万。从那块手表就能看出来，辛志远绝对是个隐藏的富豪。也对，他老婆家里好像挺有钱的。戚盼盼对我的话深表赞同，觉得2年的青春必须拿200万来换才公平合理，别一次要这么多，他会心疼的。你得慢慢来。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打出这句话。戚盼盼没有马上回复，屏幕黑掉的那一瞬间，我在手机上看到了自己的脸，苍白冷漠的一张脸，眼神麻木而阴沉。我的手一颤，手机掉到了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啪嗒声。当你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是的，不过我不后悔。我只是想讨回那个本该属于我家的公道。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我都不在乎。我不会坠入深渊的，会粉身碎骨的人，绝对不是我。戚盼盼对我言听计从。他跟我说，他准备先要30万给自己开家美甲店，再要60万给他爸妈在老家买套房子，后面100来万慢慢要，规划得挺好的。我夸他，他很开心，说他马上就去找辛志远要钱，
让我等他的好消息。我在客厅，辛志远在书房，门没有关。我看到他在看手机，手指点来点去，点着点着，他的脸色就变了，想必是收到戚盼盼要钱的消息了。我看到他满脸通红的打字，手速飞快，咬着牙关，额角还绷起了青筋。戚盼盼应该把小视频也发给他了，他拿着视频问他要钱，所以他才这么愤怒，这么激动。我悠闲地吃着草莓，用轻快的声音喊辛志远：“志远，草莓好甜呐，你要不要多吃一点？”辛志远当然不吃草莓，他扭头敷衍我的时候，笑容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看到他的笑容，我觉得草莓更甜了。辛志远打完字，放下手机，在书房走来走去，如笼中困兽。志远，怎么了？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我扬声吻他，体贴而温柔。哦，工作上遇到点小麻烦。辛志远笑着说：“你别操心了，我能解决的。”哦，那你就好好解决吧，反正别想从家庭账户里拿钱。随后的几天，辛志远肉眼可见的焦虑烦躁，嘴唇上起了干皮，憔悴了不少。裸体视频虽然有点老套，但的确是个大杀器。戚盼盼要是真跟他撕破了脸，把视频放到网上去，辛志远的职业生涯也基本完蛋了。他还想借着我舅舅的高枝飞黄腾达呢，哪敢出这种问题？不知道辛志远是怎么凑出这笔钱的。反正1周后，戚盼盼告诉我，他拿到钱了。戚盼盼非常开心，金钱的快乐让他意识到爱情根本不值一提，金钱比真爱强多了。我以前真傻，还老怂恿他跟家里的黄脸婆离婚，想跟他结婚，好好过日子。现在看看，结婚过日子有什么好的？男人都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，就算跟我结了婚，说不定也会出去乱来，还不如花他的钱多买点包包和香水。小三的错觉，男人都是要出轨的，天底下没有好男人。我淡淡一笑，戚盼盼的美甲店开起来了，他当甩手掌柜，请了2个小姑娘给他看店，在寸土寸金的商业区租了店铺，还按他的审美重新装修了一下。他跟我诉苦，说还没开始营业，已经扔进去了7、8万。我替他算了算账，觉得他过不了多久就要开始找辛志远要第2笔钱了。戚盼盼的花钱速度超过了我的想象，甚至没熬过1个月，他又找辛志远要钱了。可能是第1次要钱要得太顺利，这一次他准备狮子大开口，直接找辛志远要100万。他忐忑地问我，100万会不会太多了？他不会破罐子破摔，直接把我拉黑，让我爱干嘛干嘛吧。我告诉他不会的，辛志远那么有钱，不会为了区区100万就破罐子破摔，毕竟人家前程远大。我真的很想不通，他怎么就不担心辛志远会去报警呢？在小三脑子里，果然没什么法律、责任、道德之类的词。戚盼盼要钱那天晚上，辛志远失眠了。我半夜醒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站在阳台上抽烟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他模样沧桑，竟然还有点可怜。我翻个身，安安稳稳地继续睡觉。外面那么冷，被子里真暖和，真舒服。我跟戚盼盼说，这是得速战速决，不能给男人犹豫的时间。戚盼盼逼得很紧，辛志远每天回家吃饭，心事重重，时机差不多了。这天吃晚饭的时候，我跟辛志远聊天，说今天同事给我讲了个命案，是他老家那边发生的，都把我给听呆了。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真是花样百出。辛志远对我的话没有兴趣，支吾2声埋头吃饭，并不想跟我聊天，焦头烂额，没有聊天兴致。我明白，我不怪他，我继续说我的。
说有个男的因为财产纠纷想杀自己的情人，正好他家是卖气球的，他就把一氧化碳灌进那些气球里，故意把绳子扎得很松，让气体泄露出来。等情人睡了，他关紧门窗，自己跑出去喝酒。第二天早上回家，他才装模作样的大喊大叫说死人了。要不是警方起了疑心，别人还以为他情人是煤气中毒死的，谁能猜到他身上去？辛志远敷衍说：“这人真够狠的，他情人也不是个东西，染上了毒瘾，3天2头找他要钱去赌博，刚开始要几千，后来要几万、10几万，这男人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”辛志远不吭声，敷衍都懒得敷衍我了。不过我不介意，我继续说，我同事还跟我开玩笑呢，他车的后备箱里不是有个瑜伽球吗？她说她得对她老公好点，不然老公搞不好会往瑜伽球里灌一氧化碳毒死她。戚盼盼一直在练瑜伽，她也有个瑜伽球，经常放在她车子的后备箱里。我看到辛志远的筷子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，我猜他大概想到了一些什么。吃完饭，我也不让辛志远洗碗，非常温柔体贴的让他好好休息。我说：“你最近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？对了，我今天给舅舅打电话，他还问到你了呢，说很看好你。志远，你好好努力呀，我们家就靠你了。”辛志远的脸上终于有了点火气，他问我舅舅怎么说我的，就说你让你好好表现，他那边肯定会关照的，只要你不出什么岔子，后面基本就稳了。我冲他露出一个你懂的笑容，又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柔声说：“宝宝，爸爸要飞黄腾达了，你开不开心呀？”一边是背靠大树飞黄腾达，一边是步步紧逼的情人和拿不出的巨款，怎么选择？辛志远心里应该有数了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赌他会铤而走险。辛志远似乎很有触动，他也伸手来摸我的肚子，来，爸爸也跟宝宝说2句话。我躲了一下没躲开，只好努力把肚子鼓到最大，都快5个月了，怎么还不显怀？你上次去产检医生怎么说的？辛志远有点担心地问我。我子宫后位，不容易显怀。再说我本来就瘦，医生说没什么问题。我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这肚子不是已经鼓出来了吗？”下次产检我陪你去吧，让医生好好检查一下。辛志远有些愧疚地说：“好啊，老公真好。”我仰起头，笑得一脸灿烂。每次产检都是我自己去的，挑的都是他最忙的日子，我故意的。过了2天，戚盼盼告诉我，辛志远约他周末见面，说是想跟他好好谈一谈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戚盼盼的瑜伽课也在周末。那天，那个瑜伽球肯定会在他的车上。看来，辛志远已经做出了选择。终于到周末了，辛志远一大早就告诉我，他同事要回老家发展，今天大家一起请他吃饭，为他饯行，可能会玩到比较晚，让我别等他。我温柔地说好，踏出这个门，他就回不了头了。我希望他能义无反顾，毫不犹豫地走下去。我对他没有爱，只有恨。在一起8年，我以为我们情投意合，彼此相爱，没想到他爱的只是我父母的房子和积蓄。这桩婚姻只是笔买卖，跟爱情无关。他从来没有爱过我。我的8年只是一场笑话。一整天，我都在等辛志远。他回来的比我想象的早，表情也比我想象的更镇定。他不仅没什么惊慌和惴惴不安，甚至还神采飞扬，像卸掉了一个大包袱，看上去无比轻松。我后背发凉，人性的险恶让我毛骨悚然。我不停地看微信小号上的消息，戚盼盼没有音讯，
没有给我发微信，也没有发朋友圈。晚上，我不敢跟辛志远待在一个屋子里，就谎称闺蜜老公出差，她一个人害怕，到闺蜜家去睡了。这一夜注定要失眠。我辗转反侧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内心如煮沸的油锅。事情看来已经朝我设想的方向进行了，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并没有复仇的快意，只有恐惧和不安？我什么都没干，东窗事发也跟我扯不上关系。可事实真是这样吗？我终于也变成一个恶魔了吗？月光清冷如雪，我找不到答案。第二天下午，辛志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：戚盼盼出车祸了，撞死了。健身房的人跟我说的，说撞得可惨了。辛志明发了个摊手的表情，这是不是他勾引我哥的报应？我没有回复他，不，这不是他勾引辛志远的报应，这是他10年前害死另一个女孩的报应。2个月后，辛志远被抓捕，他在瑜伽球里灌入一氧化碳，导致戚盼盼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昏迷，车子撞上高架桥的护栏，戚盼盼当场死亡。辛志远被警方带走的时候，我站在高楼的窗口，远远看着他，没有快意，更没有得意。我的心荒凉如枯井，却又平静如水。我朝辛志远挥挥手，这一生永别了。没过多久，辛志远的妈妈又生病了，辛志明来找我要钱。我在电话里对他说：“我跟你哥已经离婚了，你怎么还来找我借钱呢？一夜夫妻百日恩。嫂子，我妈等着这钱救命，你看这以前的情分上，再帮我们一次行吗？对不起，不行，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？你别忘了，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老辛家的种，我妈可是他的亲奶奶。孩子，哦，忘记告诉你了，孩子我早就打掉了，怀孕45天的时候，我就把他打掉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哥出事的时候，你不是还怀着孩子吗？我哥还让我多照顾你，他记错了。我微笑着对他说，下次探监的时候，别忘了告诉辛志远，他没有孩子了，因为他不配当爹。我把辛志明的电话拉黑，心情愉快而平静。挑了阳光最灿烂的一天，我抱着一大束鲜花去了郊区的墓园。墓园里芳草萋萋，青柏林立，有的墓碑年久失修，有的墓前供奉着鲜花水果。微风拂过草叶，我听见了青天上歌哨的声音。墓碑上，妹妹在对我微笑，14岁，花骨朵一样纯洁的少女，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一双清澈的眼睛，羞涩又乖巧，眼泪毫无防备地奔涌而出。我闭上眼睛，听见了妹妹的声音：“姐，你什么时候放暑假？人家想你了。”甜甜的小奶音撒着娇，让我的心剧烈地疼痛起来。人家想你了，这是妹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然而，她没有等到我从外地的大学放假回家，就从15层的高楼一跃而下，从此彻底消失在我的生命中。我的妹妹永远停留在那个夏天，永远15岁，不会再长大。我们从一家4口变成了一家3口。戚盼盼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，她不满14岁，比我妹妹还小几个月。哪怕她上课用圆规扎我妹妹的背，哪怕她在体操室当众扯掉了我妹妹的运动裤，哪怕她带人把我妹妹堵在卫生间，把那些装着用过的纸巾和卫生巾的垃圾篓扣在我妹妹的头上，哪怕她做过那么多邪恶的事情，死1万次都有余，她还是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她只是被退学，我的妹妹却不在了。妹妹的日记本上全是泪痕。我爸妈不明白，为什么我发了疯一样对戚盼盼拳打脚踢，几个大人都拦不住。我没有给爸妈看那本日记，我怕他们伤心。我想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就好了，总有一天
我会让戚盼盼付出代价。我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，戚盼盼居然搬家了，全家都搬走了，我怎么打听都打听不到他的消息。那时我还太傻，太年轻，一个人闷着头找，完全没想过要向别人求助。幸好苍天有眼，让我再次遇到他。他终于死了，他早该死了。后悔吗？不，我不后悔。恶魔就该待在地狱，他不配活在人间。我抱着膝盖坐在墓碑前面，头轻轻靠在妹妹的照片上，和她脸贴着脸。天空很蓝，云朵很温柔。妹妹的墓前干净整洁，鲜花吐露着芬芳。我真的好想她。我爸说，还是2个孩子好，可以回来轮流陪陪父母。是啊，要是妹妹还在，那该有多好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想做个好姐姐、好女儿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